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仙侠剧《仙台有术5》看点：仙台有术能证明邓卫扛剧吗？他终于要接新剧了，又是古偶。你们在看《仙台有术》还是在看《掌心》呢？目前这两部剧正在热播中，随着剧情更新，《仙台有术》的有效播放量已破5000万。看到这样的数据后，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：这能证明邓卫的扛剧能力吗？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网上竟传出他要接新剧的消息，这次又是古偶剧，你们怎么看呢？仙台有术和掌心同期播出，所以很多网友都会将这两部剧进行对比。这两部剧上第3天的时候，播放量都已破5000万，也就是说，这两部剧并没有拉开较大的差距，而是你追我赶，但对比热度仙台有术更高，因为这部剧成功登顶。仙台有术是邓卫和向涵之主演的古装仙侠剧，讲述的是苏一水先被木青哥收为徒弟，当师徒感情逐渐增进的时候，木青哥却因帮助苏一水逆天改命背负污名去世。18年后，木青哥成为薛冉冉，而薛冉冉在机缘巧合之下被苏一水收为徒弟。看到这部剧的剧情设定，很多网友想到花千骨，随后仙台有术男版花千骨话题登上热搜。我们都知道花千骨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，如果仙台有术播出的效果不理想，还关联花千骨必定会被吐槽。就像大凤打更人播出的时候对标庆余年，一部剧播出后是否获得认可，我们通过数据就可以判断。细心的网友发现仙台有术的热度值出现下降的情况，在9日下午4点左右开始回升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仙台有术的热度值即将突破8100。仙台有术播出之后，网友们就对这部剧做出评判。从口碑上看，大部分网友都认为邓卫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很不错，这部剧能有现在的热度，都是邓卫在扛。有些网友表示仙台有术的宣传不给力，所以会影响到这部剧的数据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只要仙台有术凭借口碑发酵，这部剧取得的成绩就不会差。仙台有术正在热播，这部剧大结局后，邓卫的待播剧之《盛夏云起时》在这部剧中，邓卫是配角。对于邓卫的粉丝来说，大家都希望邓卫可以赶快进组，毕竟仙台有术杀青，邓卫始终没有进组拍摄新作品。近日，网上传出消息，邓卫将拍摄《风月不相关》，这部剧是根据热门小说改编而成，讲述的是关清月从小就跟随父亲征战沙场，不料父亲却被小人诬陷，导致他们家族承受不白之冤。为了还父亲清白，关清月化名为关风月。在调查真相的过程中，他遇到李国志子音歌止。通过不断的相处，两人慢慢喜欢上彼此，最终他们共同努力，打败了扰乱叶国朝纲的大将军易国如，守护天下太平。从剧情简介上看，《风月不相关》依旧是一部古偶剧。我们都知道，邓卫是凭借《涂山璟》成功出圈的。相对于邓卫的现代剧，网友们更喜欢邓卫的古装剧，所以对现在的邓卫来说，继续拍摄古装剧绝对是最好的选择。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《风月不相关》的女主会是李沁。除了李沁外，惠英红、郭晓婷、徐帆、胡军、倪虹洁、王劲松等人也将加入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阵容真的很豪华。你们期待邓卫主演《风月不相关》吗？让我们等待官方官宣吧。仙侠剧《仙台有术5》看点：邓卫、向涵之师徒恋转世再续前缘。仙台有术看点1：剧情介绍。电视剧《仙台有术》是由邓卫、向涵之主演的仙侠剧，故事讲述仙修奇才苏一水邓卫氏
在18年前被师傅木青哥向寒之氏改变天命，一向离经叛道的女魔头木青哥也为此背负污名死去。18年后，木青哥化为薛冉冉向寒之氏，而已继任西山派掌门的苏易水将体弱濒死的冉冉收入门下，是要护他一世周全。自此师徒身份对调互换，两人之间会发生哪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呢？仙台有树看点2，改编自《狂上加狂》原著小说。该剧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狂上加狂的同名小说《仙台有树》，原著中转世重逢的师徒恋本就好客，深受读者喜爱。而电视剧版更找来锦衣之下琉璃导演尹涛执导，让粉丝更加期待剧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。仙台有树看点3，女师男徒，转世再续师徒爱恋。仙侠剧中师徒恋一直是热门题材，而仙台有树则是将这种设定进一步升级。前世木青哥是师傅，苏易水是弟子，转世后两人身份互换，这样的情感错位让剧情更具看点。过去的仙侠剧《琉璃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都曾有过师徒恋的设定，但多半是单向守护。而仙台有树则是双向守护的设定，前世师傅护徒，今生徒弟守师。这样的转换让角色情感变化更为复杂，也使图文创作激励计划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更加深刻。虐恋与甜宠并存，让观众一次满足。仙台有树看点4，邓卫守护师傅苏易水。邓卫凭借《长相思》长月烬明累积人气，而仙台有树无疑是他再度挑战仙侠剧的一部重磅作品。剧中他饰演的苏易水，外界都说他的师傅是女魔头，然而只有他知道师傅为自己逆天改命，而他最终成为一派掌门。面对师傅转世后成为自己弟子的薛冉冉，他从曾经被守护者变成守护者，师徒再续前缘。邓卫也在剧中展现出层次丰富的演技，既有沉稳内敛的掌门风范，也有面对薛冉冉时的柔情守护，令人期待他的表现。仙台有树看点5，向寒之转世重生木青哥，薛冉冉。向寒之饰演前世的木青哥以及转世后的薛冉冉，两个角色性格迥异，挑战不小。前世的木青哥是个离经叛道、敢爱敢恨的女魔头，为了弟子苏易水甘愿背负骂名，甚至牺牲自己。而转世后的薛冉冉，则是刚开始入仙门世界的少女，一无所知，直到进入西山派后，才慢慢调节并重新发掘自己身上的能力与使命。这样的双重角色转变，他如何展现两个角色不同的性格特质，也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。